1月10号至13号，俄罗斯和美西方国家代表辗转3个国家举行了3场谈判，本意是借此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就北约东扩展开交涉，以缓解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但3场谈判毫无成果，紧张局势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急转直下。1月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美西方要求俄罗斯只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军队。与此同时，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军队却几乎永久驻扎在了乌克兰。俄罗斯对此非常不满，对美西方的耐心已经耗尽。Нас это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не может устроить, и это неприемлемый подход. Запад взорвался, давайте прямо говорить, и в нарушении все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нарушении здравого смысла.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月13号更指出，如果形势进一步紧张，俄罗斯不排除向古巴和委内瑞拉部署军事力量。这句话勾起了冷战时期的一段危机往事。1962年，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想把能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运到古巴，结果被美国人发现了。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用武力封锁古巴，拦截苏联货船。美国还一口气出动了52架战略轰炸机，全部带着核导弹，在空中全天待命。古巴导弹危机被称为谁是懦夫零和博弈的经典案例。肯尼迪态度强硬，赫鲁晓夫做出让步，危机最终化解。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想法啊，显然是为了对抗美国，俄罗斯是想这个明人不做暗事，然后把这个事情完全挑明了再做。实际上就要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反应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相当于球在美国一方，就看美国如何接招了。分析指，这次俄罗斯要向古巴和委内瑞拉部署军事力量，不排除以战略轰炸机为抓手。据红星电视台1月12号报道，俄罗斯首架全新制造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在喀山航空制造厂成功首飞。这款新式轰炸机保留了现役图160轰炸机的外形，但在全新技术基础上采用数字技术建造。俄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总裁尤里斯柳萨里表示，新轰炸机更新和改造了80%的系统和设备。在俄罗斯的战斗序列中，图22M、图95MS 和图160轰炸机被称为空中核力量的3驾马车，而有白天鹅之称的图160的战略地位又最为重要。目前，在俄空天军共装备有16架，是俄罗斯空击战略威慑的重要力量。2018年12月10号，俄罗斯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在不经过空中加油的情况下，从伏尔加河畔的恩格斯空军基地直飞委内瑞拉，飞行全程超过1万公里，震惊世界。近年来，图160也频频出现在东欧和远东，俄罗斯与北约军事对峙的一线。2020年，俄2架图160在斯拉夫兄弟情2020联合军演当天，专门沿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接壤的边境地区飞行。所以美国人已经开始破坏整个冷战之后的战略平衡体系。那么各种退群，包括我们说美国现在要开始重启核武库的建设，那么搞各种各样的新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俄罗斯现在能拿出手的似乎只有核力量。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说把它的核三位一体进一步的加强。俄罗斯在2015年决定重启图160战略轰炸机生产线，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只具备 NK-32系列航空发动机部分零件的生产能力，另一半能力则保留在乌克兰。俄乌两国关系恶化，令俄罗斯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崭新的 NK-32发动机，无法扩大图160机队。因为很多的工厂并不在俄罗斯境内，你要想把它都搬到俄罗斯境内，现在恐怕是没办法做的。此前，俄罗斯曾利用老部件和新零件，以验证机的方式组建了2架图160M，并投入现役。如今，俄罗斯终于从零开始拥有了新版白天鹅。俄国防部副部长鲍里索夫向媒体表示，计划总共生产50架图160M，从2023年开始量产。俄空天军将每年装备3到4架该型飞机。预计随着图160M轰炸机服役，图
图95MS 将逐渐被淘汰。要想全面恢复图160的生产呢，我估计还得有一段时间，但起码呢，它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因为图160这款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说是俄罗斯的国之重器，如果没有它的话，它很难跟美国抗衡，因为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机队的数量比它多得多。图160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变后掠翼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常规武器和核导弹。全新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外形与现役图160并没有太大区别，但俄军方透露，这款白天鹅的战斗效能将比现役机型提高2倍以上。俄军事专家也指出，图160M 性能远超美军同类型战略轰炸机，将大幅提升俄军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那么，图160M 大幅提升的战力都藏在哪里呢？图160装备了4台加力推力为25吨的库兹涅佐夫 NK32加力涡扇发动机，最大的航程是1.6万公里，最大飞行速度2.05马赫，内置弹仓最多能挂载45吨各型弹药。如今，图160M 在此基础上对动力、航电、武器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改进。首先，图160M 换装了新型加力式涡扇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是由俄罗斯联合发动机公司在原发动机基础上改进而来，使图160M 的最大航程再增加1000公里，达到1.7万公里。近年来，图160屡屡领先开展战略巡航，甚至几度不经过加油跨洋万里飞抵委内瑞拉等南美洲国家。而全新的白天鹅将展现更强悍的全球战略巡航能力。而且，图160在面对北约战机监视伴飞时，屡屡上演2倍音速的高速飙车，让北约战机望尘兴叹，更是将只能飞1倍音速的美国战略轰炸机甩在身后。除了换新，图160M还强化了数字大脑，升级了航电系统，包括 NV70M 火控雷达、数字化飞行控制系统、大尺寸数字化彩色多功能液晶显示器、机载通信系统，结合了多种新型导航设备。空中态势感知能力显著提升，而且雷达、通信、导航等系统还具备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对于导航系统，俄军工系统代表称，在飞机遭到电子战攻击和全向电子战压制时，该系统仍能工作。外形上，图160M 的尾椎由之前的图160的细长样式变成了短粗样式，内部显然装有技术更先进、功率更大的新型电子干扰系统，性能要比图160的贝加尔湖电子战系统强得多。此外，图160M 的牙齿也更高科技、更锋利了。图160M 设置了2个内置弹仓，前后的旋转挂弹架可各携带6枚空射巡航导弹。需要强调的是，俄罗斯的这些空射巡航导弹都具有防区外打击能力。最新的采用常规战斗部的 KH-101和采用核弹头的 KH-102巡航导弹的最大射程更是高达4500公里以上。这2款巡航导弹还采用了隐身设计，进一步提高了突防能力。当战火烧到家门口的时候，俄罗斯会否派出图160M 部署古巴或委内瑞拉，给美国人家门口也放上战略武器？让我们拭目以待。毕竟，普京当年说过，如果俄罗斯都没有了，还要地球干什么？那么下一步会不会说局势出现擦枪走火？其实各方都很担心。但是现在最深层的这个因素，美俄互信没办法建立的情况下，所以局势只有可能会螺旋下降。现在我们看局势向好的可能性，似乎短时间内没找到。日前，俄罗斯公布了与美国及与北约的安全保障协议草案。莫斯科要求美西方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保证，放弃北约进一步向东扩张、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但上周3场对话都没谈拢，火药味渐浓的俄美博弈将如何发展？杜先生。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北约、欧安组织进行了3场对话，3场对话的结果是大写的0分，所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3场对话的基本评价是聋子之间的对话。那下一步呢，双方在军事对抗领域将会更加激烈，2个方面。
第一是正面将更加激烈，第二侧后将更加迂回。目前看呢，双方围绕着乌克兰，包括波罗的海的军事斗争将会进一步强化。特别是美国正在强化二线国家，比如在斯洛伐克准备建立2个空军基地。今后在乌克兰的背后，美国的军事能力将会更加强大，基本上做到了美国所支持的乌克兰军事后强不倒。这样呢，对于在前线地区对俄罗斯的军事威慑能力，包括对峙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当然，不排除俄罗斯将会在对方的后院开设新的战场。俄罗斯的副外长曾经说，不排除在委内瑞拉、古巴部署新型导弹。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不同，这次呢是采取护卫舰和潜艇的机动部署，而且部署是超高声速导弹。和1962年相比，导弹的突发能力、毁伤效果也将会同步提高。所以今后正面将会继续火热对峙，那么双方的后院战略也会快速启动。所以围绕着双方不同层次的军事博弈，将会在高端状态持续展开。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近日表示，将考虑在古巴或委内瑞拉等国部署军事力量。请教一下石先生，俄罗斯这个说法可行性有多高呢？对付北约东扩，俄罗斯还有哪些反制手段？里亚布科夫的话呢，可行性不是很高。那俄罗斯呢，要想在古巴和委内瑞拉部署军事装备首先得征得的这2个国家同意。而这2个国家呢，虽然和美国不对付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如果让俄罗斯呢在他们的领土上部署军事装备，那肯定会招来美国呢巨大的压力的。那这样一来的话，他们呢就成了美俄争斗的这种棋子了。那显然呢不是古巴和委内瑞拉呢愿意看到的事情，因为2国的民众那首先呢就不一定答应。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显然呢俄罗斯要想在古巴和委内瑞拉呢部署军事装备难度就会非常大。因为呢，我们知道俄罗斯呢和当年苏联的实力那相差很远的。那历史上的例子呢已经有过嘛，就是当年苏联呢就在古巴部署过中程导弹，但是美国马上呢就展开了封锁嘛，最终迫使呢苏联撤出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嘛。俄罗斯国防部消息，1月15号开始，载有吉安组织维和部队俄罗斯军人的伊尔76和安124运输机从哈萨克斯坦起飞回国。这次以俄军为主的吉安组织火速平乱，吉安组织的能力和潜力会成为俄罗斯与西方谈判的新筹码吗？杜先生。目前看呢，吉安组织是一个军事组织，而且对所有的国家都起到了保护作用，包括平时的战争行动、非战争行动。目前看呢，如果对抗美国和北约的东扩，俄罗斯唯一的战略筹码就是吉安组织。通过吉安组织相互之间的各种军事交流，包括演练行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俄罗斯的这种军事优势。所以目前看呢，如果与北约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对抗，只靠俄罗斯形单影只。只有把吉安组织充分团结在自己周边，特别是对吉安组织进行支持，这样呢，在俄罗斯遭受大范围攻击的状态下，吉安组织其他国家才会伸出援手。但从作战能力、包括经济水平以及武器装备技术去分析，吉安组织还不足以去对抗北约国家。毕竟北约国家已经达到30多个，而且一线的部署、二线的弹性正在逐渐提高。那么新型的技术包括装备也正在美国化。所以目前看呢，能对抗，但是呢，不一定是强有力的筹码。俄首架全新制造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成功首飞后，会否前往南美？能否震慑北约？英国宣布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新任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旗舰。欧安组织代表表示，30年来欧洲从未如此接近战争，乌克兰危局会否变战局？近日，美国官员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发出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已安排特工准备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挑衅，为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为此，北约方面动作频频。英国宣布第2艘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新任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旗舰，将主导北约在北极、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由于和北约关系紧张，俄罗斯将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本国领土驻军。欧安组织代表担忧地说，30年来欧洲从未如此接近战争。那么美俄真的会动手吗？
日前，乌克兰多家政府官网突遭黑客攻击，事情尚未明朗之际，美乌却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俄罗斯。乌克兰外交部说，初步证据显示，幕后黑手是与俄罗斯秘密机构有关的黑客组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里特·佩斯科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驳斥了相关猜测。佩斯科夫强调，这是对俄罗斯又一次无凭无据的指责。他补充说，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乌克兰人将一切都归咎于俄罗斯，就连天气不好都要怪罪俄罗斯。紧接着，美国公布了爆炸性的消息。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五对记者说，我们接获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已经预先部署一组特工，要在乌克兰东部展开嫁祸行动。这些特工接受过城市战训练，会使用爆炸物制造破坏，假意对付俄罗斯本身的代理部队。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美方掌握的情报非常可靠。分析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危机中，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持续炒作，可谓西方国家的一条主线剧情。早在去年11月初，美乌和北约便不断渲染俄罗斯威胁，声称俄军在俄乌边境地区陈兵10万，乌克兰遭入侵危在旦夕。乌防长当时称，俄军可能准备在1月底发起进攻。如今，在对俄谈判接连碰壁后，美国迫不及待地续上了新的剧情。对此，俄方一针见血地质问道：“证据呢？”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14号对塔斯社表示，美国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从事破坏活动的指控未经证实，也没有根据。俄驻美使馆15号同样在脸书发声回击，称其为垃圾消息。俄使馆指出，美国政府发言人详细描述了挑衅场景，甚至还给出了入侵开始的时间。可至于证据，和往常一样，没有。但通过美国媒体的反复炒作，似乎变成了主要新闻。在美国人给俄罗斯开出入侵时间表的敏感时刻，作为北约的核心军事力量，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新动向引发关注。据英国防务网报道，从1月11号开始，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已经成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新旗舰。今年1月1号，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指挥权刚从法国海军陆战队转移给英国海军。英国媒体表示，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担任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旗舰后，将离开英国本土，赴北极、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等境外地区执行任务。英国媒体兴奋地表示，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被赋予重任，意味着该舰的作战能力已经得到了北约的认可。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史蒂夫·摩尔豪斯称，这意味着英国拥有了持续的航母打击能力，可以拥有至少1艘战舰，随时准备着对国际事件做出反应。英国又回到了海上力量的前列。北约的这个快速反应部队啊，它实际上是轮值，就像我们说小学生值日一样，一人一天，它是一人1年。今年呢，就轮到了英国。但是我们说，实际上啊，这个伊丽莎白女皇级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挺适合做快速反应部队的旗舰。为什么呢？它虽然号称是航母，但是我们说它的这个起降重型的直升机，你比如说像支努干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另外，它的船上预先保留了大概250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的这个舱室，所以它有一定的这种支撑能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是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2号舰，2019年12月进入英国海军服役。性能参数方面，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差不多，两者的满载排水量大约为6.5万吨。搭载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B 舰载战斗机。不过，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自服役以来，一直在英国家门口的北海进行训练，并没有在海外执行任务的经历。去年10月，该航母参加了北约组织的代号为“联合勇士212”的联合海上军事演习，重点检验了该舰的作战性能以及担任旗舰的协调指挥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海军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在英国国防部去年3月发布的《竞争时代的国防报告》中，提出了英国版的2洋战略，也就是一边紧盯大西洋，另一边远眺太平洋。
英国媒体声称，去年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印太地区，就向外界展示了英国海军的强大实力。英国海军啊，曾经是世界第一，雄霸各大洋。但是100多年过去了，英国早就衰落了，它的海军在世界上只能算是2流，但是它又不甘心衰落，还要刷存在感，因此它现在可以说是眼高手低。真正要发生了冲突，可以说英国的决策就是吃不了兜着走，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大西洋家门口，老老实实，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维持世界和平，而不是跑到别人家门口去挑衅。实际上，英国海军虽然有2艘航母服役，但舰载机数量不足一直是其最头疼的问题。此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海外部署时，还曾搭载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舰载机，结果该舰在归国途中还意外损失了一架 F-35B 舰载机，让原本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众所周知，舰载机是航母战斗力的核心来源。目前，英国海军接收的 F-35B 舰载机连装备1艘航母都无法保证。所以，英国媒体宣称其双航母已经形成战斗力，完全是吹嘘。这次英国人他高调宣传，跟他自己的考虑是有关的。一方面，我们说英国现在觉得自己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双航母的国家，但反过来说呢，这个船之前我们讲出了很多的问题，军官的相关的俱乐部的舱室那像水帘洞一样，那这种事故在全世界的航母里面都很少见。丢人丢得很厉害，再加上现在英国人说我这航母上有 F-35，但是他的 F-35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就皇家海军一架 F-35其实都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他的实力跟他的纸面战力之间，它有差别。有分析认为，此时英国出动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对北约的军事实力有一定提振的作用。而从目前局势来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会谈进入死局，俄乌边境的冲突风险陡然增加。It seems that the risk of war in the OSCE area is now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last 30 years. 美国以雷响战鼓，那么英国统领的这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会否对俄出手，值得关注。将俄罗斯逼入绝境，无疑是北约的终极目标。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早已组建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以期在必要时对俄罗斯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北约一直将这支快反部队吹嘘为尖刀利刃，那么真实战力究竟如何？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21世纪初提出，目的是加强北约的战备和反应能力，并充当增强和扩大欧洲军事能力的催化剂。这支北约多国部队于2002年开始筹建，2003年初步成军，2006年正式组建完成。成立之初，时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琼斯就曾表示，快速反应部队使北约具有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在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内部实行轮换制度进行兵力组织，北约各盟国在12个月的时间里轮流投入陆地、空中、海上或特种作战部队，同时该部队也向伙伴国开放，只需得到北大西洋理事会的批准。从兵力构成分析呢，加强后的北约反应部队总共是大约4万名士兵，下设指挥和控制机构、高度战备联合特遣部队和初始后续部队群，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和特种部队等等多个兵种。此外，还有一支化学、生物、辐射和核防御特遣队。北约快反部队陆军装备了 M1A2 主战坦克等地面作战武器，海军作为支援，则由各国海军舰艇抽调组成。像这次就是由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担任旗舰，各成员国出动武装直升机、护卫舰、潜艇等等，组成联合编队。空军方面，北约快反部队主要装备 F-16台风战斗机、支努干运输直升机、E-3预警机等等机型。作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是快。北约自称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以在5天之内部署到全球任何地方，并可在30天内保持独立行动能力。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之后，北约改组快速反应部队，将其核心部分一个5000人多国旅的快速部署反应时间缩短至48小时。
表面看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装备先进，战力强悍，但从组建20年来的实际表现来看，要对这支部队的战力打上一个大大问号。自组建以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一直没有实战检验战力。更重要的是，北约成员国部队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良莠不齐，协同作战能力有限。如今，北约快反部队大多部署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紧靠俄罗斯的国家，未来会否成为向俄罗斯发起进攻的第一波力量，仍需观察。据俄罗斯方面透露，乌克兰境内目前还有约4000名美军教官帮助训练军队，还有大约1万名北约先头部队。不仅如此，据北约方面放出的消息称，北约已经在东欧地区准备好了4万联军，这些部队已经进入1级战备状态，一旦命令下达，5天之内就可投入战斗。此外，黑海上还有北约混合舰队，包括美国的杜鲁门号航母也在待命，为地面部队提供远程火力支持。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开始担任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旗舰，而上一任指挥权在法国海军陆战队。那么，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战力如何？它将如何在北约快反部队发挥作用？杜先生，威尔士亲王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是同型舰，只不过是这个级别的2号舰。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号有多强的战斗能力，现在威尔士亲王号就有多强的能力。目前看呢，从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全球巡航去分析，并没有看出英国的强大，也没有看出英国海军的强大。至少整个编队并不完整，它的属舰作战功能相对有限，而且故障频繁。另外呢，飞机和舰艇的这种配合关系也不是特别的优秀。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地中海的演练行动中 ，F-35B 也曾经出现过坠海事件。所以目前去观察，威尔士亲王号虽然有旗舰的名号，但依然是裸奔状态。无论是属舰的数量，包括必不可少的舰载机，目前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即使可以担任旗舰，也要其他北约国家的帮助。所以目前去观察这条船在北约框架内能发挥一条大船的作用，但要想独立作战，目前看呢，基本要素极不完整。请教一下石先生，您觉得北约快反部队目前的战力究竟如何？他们如何实现联合作战？北约呢，作为军事组织呢，已经存在了70年以上了，对多国联合作战呢，还是很有一套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呢，它只要沿用北约的联合作战体系呢就可以了。但是这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实际的战力不怎么样。首先呢，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呢是没有美军参加的，它是由北约的欧洲国家出兵组成的，实际上战斗力已经是大打折扣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指挥部、指挥官还都是轮换的。那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什么样情况呢？就是指挥官对于部队呢不熟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规模太小。尽管它号称呢是有4万人，但真正的用于作战的也就是1万多人，而核心呢又是5000人的多国旅。这么一点兵力要想应对中高强度的传统战争，那是远远不够的。那这呢就是它的短板所在。所有这些呢，就使得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实际的作战能力是不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那北约呢从来就没有部署过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很明显嘛，就是北约的欧洲国家对这支呢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他也不看好。日本自卫队唯一空降部队第一空挺团进行新年开场秀，有哪些特点值得关注？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现场观摩，带来哪些独家观察？1月1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王牌，也是自卫队唯一空降部队第一空挺团，在千叶县习志野靶场进行空降演习，重点演练岛屿作战。第一空挺团每年1月份都会在这里进行演练，被认为是新一年的开场秀。今年有哪些特点呢？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现场观摩，带来独家观察。这个演练呢，由于它不能在现场进行那个报道，所以呢，我只能回到防卫省以后，跟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观察。它主要的是分2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呢，是以那个直升机火力支援，岛屿夺回
展开作战。从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提供的独家画面可以看到，陆自第一空挺团在日本千叶县习志野靶场进行的新年首场演练规模较大，针对离岛失去后夺回作战。首先是在多架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通过修伊和支弩干等直升机进行人员和轻型车辆、迫击炮、轻武器的快速投送到模拟备战岛屿的滩头。然后，这些空挺团先头部队与陆上自卫队其他力量进行了地面联合。演练中还出动了13式轮式突击车、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最后，多架 C2和 C130H 运输机飞临演习场上空，第一空挺团进行了大规模的空降。第一空挺团它本身的军备和装备是非常的精良，它的人员配置呢，目前是有2100名官兵，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它配备了非常精良的改进型的降落伞。那么据了解呢，这个降落伞比美军的装备还要先进。那么这一次整体上面可以看到这些降落伞在下降的操作运转过程非常的顺畅，那么说明了第一空挺团在空降训练方面它的战术战法日益成熟。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卫视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日本陆自在演练中还加入了以往没有的电子对抗科目。自卫队新组建的电子战部队携带了 NEWS 系统，首次参加了训练。NEWS 是自卫队收集电磁信息和利用电磁波干扰破坏敌方雷达和通信的最新设备。今后岛屿夺回作战将会增加更多的我们说像电子战、反网络和宇宙空间，甚至于无人机等等各个方面的我们说的先进的军事要素的一个组合。所以呢，岛屿夺回作战也将从传统的那么几部曲发展成为更加丰富，或者说能够应对更加复杂局面的那么一种岛屿夺回作战。第一空挺团是日本唯一的空降兵部队，堪称陆自王牌。最初组建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敌后空降渗透，而近年来逐步转向更具进攻性的离岛失去后夺回作战。因此，在自卫队内的地位不断提升。据了解，日本防卫省现行的西南离岛防御方略作战要义，早在2010年和2011年颁布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就明确定义，要求自卫队具备多元、快速应变的动态防卫力，特别是针对西南有事做充分准备。日本军事研究杂志表示，在岛屿防卫作战体系中，事前展开作战是最关键的第一阶段。只有该阶段实现有效作业，后续的岛屿自卫作战和反登陆作战才有取胜的把握。而纵观陆上自卫队目前的编制序列，能真正遂行事前展开作战的只有第一空挺团和水陆机动团。值得指出的是，第一空挺团不仅师从美军，如今更是不断与美军进行联演。2017年1月，美国就首次派出特种部队参加第一空挺团当年的首场演练。今年，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在现场观察到，在习之野靶场的重要观看席位上，也出现了多名美军将领的身影。这说明美军不仅帮助日本培训水陆机动团，同时也在高度关注日本第一空挺团的发展。凸显出美日在夺岛联合演训方面更加的紧密化和通用互用化。那么这是说明了今后未来日美在岛屿夺回作战上面实现军事一体化和紧密化这么一个趋势也更加明显。毛峰还介绍到，美日如今每年都会进行5次到6次的联合空降演习。那么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11月
日本第一空挺团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空降师团，曾经展开了一次远途奔袭，也就是说，日本的第一空挺团从日本出发，直接飞到关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远程化的奔袭，然后直接的进行空投，空降，那么进行投入作战。那么这个呢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那么，第一空挺团有着怎样的快反战力呢？日本军事研究杂志曾测算过该团在情况紧急时的到达能力，按80%的出勤率计算，日本一次可出动38架固定翼运输机或160架运输直升机，能够运送2个空挺大队与后勤补给物资，机动速度是陆自装甲部队的3至4倍。在执行战术包围任务时，空降部队的速度比地面机动部队快了7至8倍。不过，第一空挺团在本质上仍是一支轻步兵部队，持续作战能力并不强。如果没有地面重装部队的配合，也会很快被剿灭。有观察指出，日美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关系，今后必将会在共同训练、联合作战方面有新的动向。1月7号，美日外长和防长举行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就是一个风向标。双方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并就强化西南诸岛自卫队的态势、增加日美军事设施共同使用程度达成一致。这也就意味着日美将可能共用军事基地。这一次日美2+2提出要增加共同的基地使用，那么其目的也就在于，未来作为事实上那个日本海陆空已经或者说正将成为美国在落实印太战略，或者说在应对台海有事的时候，它已经是美国的第2军。其实对于日本来说，是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那么随着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速和深入，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今后美国方面对日本松绑，让日本更多的使用驻日美军的基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在冲绳县所属的石垣岛上加紧施工的导弹基地备受外界关注。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2022年底之前将完成在石垣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规模约为500至600人。石垣岛距东京约有2000公里，相比之下，离中国的台湾岛只有约300公里，距钓鱼岛更是只有170公里左右。据当地人称，他们能看到来自中国台湾的电视节目，不难发现，日本在这里建立导弹基地，就是试图染指东海、台海。那么日本今年度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部署，那就是要在石垣岛部署一支 SSM 的反舰防空反导部队。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2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全面的强化和提升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岛屿的那个一个军事控制的能力。那么同时呢，也填补日本在西南岛屿，特别是像石垣岛这些重要的军事要地上面没有防空反舰有效部队的那么一个空白，那么来牵制中国。那么第2个目标呢，事实上也是作为日美军事新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有分析指出，日本正在配合美军实施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新战法，简称 EABO， 主要是通过在冲绳外沿的一些岛屿部署导弹力量，对中国进行军事遏制。具体而言，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与自卫队的导弹部队进行配合。去年12月，日美就展开了基于 EABO 新战法的联合反舰演习。演习中，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日本境内以长途空运方式运输海马斯参与演练。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指出，美海军陆战队不太可能将海马斯常驻在石垣岛。那么从这个演习当中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后
这2支部队它的机动性、快速反应、部署会极大的增强。那么美军的海马斯，它的多管火箭炮系统的那么一个运行的，它将会通过空中运输的方式来增加时间，来增加它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但是它不会常驻。部署在石垣岛，因为这个一个是基地的问题，第二个还有人员配置等等各方面的原因。